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有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则恐怖怪谈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有一个算是迷信吗？还是一个文化，还是风俗，或者是一种禁忌？就是说晚上不要乱吹口哨。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记得老一辈的都会说，你只要在晚上乱吹口哨的话，你有时候会吸引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像是一些好兄弟等等之类，或为自己招来厄运等等的。其实我以前小时候也很爱吹口哨，然后我也是曾经被家里人骂过这个样子。但是呢，今天这则怪谈呢，我觉得它有趣的就是因为它不是在台湾，它是在纽西兰，然后纽西兰这个人也非常爱吹口哨，结果他吹口哨之后似乎引来了不好的东西哦。因为说坦白，以前小时候听到那些东西一开始就觉得很可怕，但是长大之后觉得是这样吗？还是生的那个会召唤来一些好兄弟吗？但是听完今天这则怪谈，或许你要改观。好，那至于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嗨，我叫玛丽，我想分享一个发生大约在2-3年前在美丽的纽西兰奥克兰经历的真实灵异事件。我过去有个改不掉的习惯，就是不停的吹口哨，真的频率非常的高。我妈总是一再的告诫我不要吹太多口哨，尤其是在晚上，因为那会招来不干净的东西。一开始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但很快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某种迷信，或者妈妈只是想吓唬我，所以我还是会吹，只是稍微收敛了一点。我的表姐卡拉从北边过来，跟我爸妈、弟弟和2个妹妹一起住在我家。有一天，卡拉和我为了比谁能熬夜比较久，整整清醒了一整天。我们想挑战熬夜2天。当夜幕已经降临，除了我和卡拉以外，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了。我们俩在电脑前玩游戏，我又开始吹起口哨，而且没有停下来。我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在我坐在卡拉旁边的椅子上时，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极度的寒冷，真的非常冷的空气贴着我手臂侧面一滑而过。那种冷不是普通的室温低，而是像从冰窖里渗出来的带着腐朽气息的死极寒意。我立刻停止吹口哨，脑海中浮现出妈妈的警告。我心里有点发慌，但还是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拉起睡袋盖住了那只感到寒冷的手臂。卡拉和我真的太累了，再也撑不下去了。我们走到我们的房间，她睡在地上的床垫，我睡在上下铺的下层。我怎么样都睡不着，而卡拉已经熟睡了。这时，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开始反复想着妈妈说的话，心里不禁猜测，我是不是真的招来了什么呢？如果招来了，它到底是善还是恶呢？我开始大量出汗，全身发烫，这让入睡变得更难。但我不敢睁开眼睛，生怕房间里会站着某个人或看见某个东西。就在这时，我听到走廊上传来剧烈的、连续的门板撞击声，嘣嘣，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猛力开合，嘣嘣嘣，那声音近得可怕，吓得我魂飞魄散。我的床靠近走廊，而且房门是开着的，我忍不住偷偷往外看了一眼，但走廊上空无一物，没有任何一扇门在晃动或开合。恐惧像冰水一样灌满我的全身，
我全身大汗淋漓，心脏跳得快的像要冲出胸膛。我开始在心里默念祷告，祈求它停止，祈求它离开。我的思绪一片空白，身体僵硬的无法动弹。就在这极致的恐惧中，我感受到一股冰冷的压力，仿佛有种沉重的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慢慢压在我的床边。我甚至闻到了一股潮湿的泥土和铁锈的气味。在彻底崩溃之前，我竟然就这样被恐惧击垮，昏沉的睡着了。我醒来已经是下午，这是我睡过最糟糕的一觉，但我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醒了。外面是白天的光线，我爬下床，试图侧过头，但我的脖子痛得像被撕裂了一样。我走到镜子前，问我妹妹脖子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她发出惊恐的抽泣声。在我脖子上有3道深红色的抓痕，就像野兽的利爪留下的印记。那不像是被猫抓的，更像是被某种细长锐利的东西用力划过皮肉留下的痕迹。更可怕的是，卡拉的腹部也有一道更严重更深的单一抓痕，那伤口看起来像是皮肉硬生生掰了一道口子。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她失望地摇了摇头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为什么晚上不能吹口哨？你可能招惹了一个恶灵。但我想，如果他没有继续来骚扰你的话，或许只是在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下次学会听话。我向妈妈道歉，然后鼓起勇气对着房间的空气大声说，对不起幽灵，无论或者你是什么东西，为我吹口哨的行为道歉，我永远不会再做了。从那以后，我确实再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骚扰。大约到去年，我才意识到，如果昨晚的撞击声不是走廊上的房门，那很可能是厨房的碗柜或柜门。你可能会想，会不会是妈妈或其他人半夜起来去厨房了呢？但我问过家里的每一个人，是否在深夜，也就是凌晨2点左右去过厨房呢？所有人都说那天晚上并没有。好，介绍完今天的恐怖怪谈。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观众啊，就是小时候也很爱吹口哨，然后被家里人制止过呢？然后呢，家里人制止了，你还是继续吹，然后你碰到了恐怖的状况。有这样的经验在下面留言，我会看哦。那其实这则恐怖怪谈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而且没想到在纽西兰也有跟台湾一样的文化习俗真的超有趣的。不管怎么说啦，我今天给这则评分的话，大概差不多也在不止大概4颗，因为真的没想到这么恐怖。因为我其实记得有一次鬼月，我有做了一个特别企划，就是挑战一些情景，然后我去个废墟吹口哨，还绕着墙在走。那天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当下我也不知道就因为拍完就走了。但是我想，或许是我吧。但假如换的是你们的话，我还是建议晚上不要乱吹口哨了。第一，或许有可能会招来不好的东西；第二，你也会去吵到一些人，不是吗？好了，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分享到这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很抱歉，我今天有点累所以说讲话声音有可能会有点有气无力，因为这周那个日本人那个鸡皮疙瘩来，跟他们出去确实有点累。这天请大家多多见谅，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下个礼拜应该就没事了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咿呀嚓嚓。